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9月份，机圈最吸睛的除了苹果在9月7日的发布会之外，就是华为9月6日的发布会了。该发布会的主题为破晓而出，巅峰相见。不过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华为目前离巅峰还差了许多，而距离 Mate 40发布已经快2年了。在本次华为的新品秋季发布会上，华为将发布4款手机，分别是 Mate 50E、Mate 50、Mate 50 Pro 和 Mate 50RS 保时捷设计。目前，华为官方商城已开启 Mate 50系列手机的预约，截至8月29日，预约已超100万。那么，就让 Tiger 带大家看一看7天内预约量超100万的手机配置究竟如何。作为大家最关心华为的处理器方面，或许有2到3个不同的配置。Mate 50E 作为最低配，将搭载华为 P50E 同款的骁龙778G 处理器，而 Mate 50和 Mate 50 Pro 或将搭载上一代骁龙旗舰芯片骁龙8。作为发布了近1年的处理器，其发热与功耗一直被人诟病。在媒体测评中，骁龙8的功耗已经超过11瓦，而温度最高达到了 61.6 度，相比于骁龙888毫不逊色。Mate 50RS 或将与 Mate 50、Mate 50 Pro 一样，采用骁龙8处理器，或者采用最新的骁龙8加处理器，而骁龙8加的表现可比骁龙8好很多。除了功耗和发热有着大幅度的降低以外，工艺与性能还有着近10%的提升。但是只有 RS 版或将搭载骁龙8加，那么华为会不会成为真正的驯龙高手呢？这个问题很有悬念，不然华为 Mate 50系列的发热功耗将惨不忍睹。值得一提的是，华为 Mate 50系列全系只支持 4G， 这对 5G 普及了2年的现在来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不过，华为 Mate 50系列或许会像华为 P50 Pro 那样支持 5G 手机壳。此前，华为 P50 Pro 通过手机壳内嵌 IC芯片与 5G modem 实现手机网络 4G 升级为 5G， 而该手机壳价值799元，重52克。屏幕方面，华为 Mate 50系列将会拥有2种形态，华为 Mate 50E 与 Mate 50将会采用 2.5D 边缘过渡的单挖孔直屏，而华为 Mate 50 Pro 以及华为 Mate 50RS 将会采用双曲面异形全面屏，并保留刘海设计，而且相比于上一代，这一代的刘海还会更大，因为新增了人脸识别新功能与姿态检测。屏幕素质方面，华为 Mate 50全系列将会采用京东方全新的 TU9 彩类钻屏，支持 120Hz 的 LTPO 可变刷新率技术，全局最高激发亮度可达到1000 nit 左右，支持2160Hz 的 PWM 高频闪调光。其中 Mate 50 Pro 将采用一块尺寸不小的 1.5K 分辨率刘海曲面屏。另外可以肯定的是，华为 Mate 50系列全系都会搭载 OLED 高刷屏，不会有普刷屏的存在。曾经华为最引以为傲的除了麒麟芯片，还有它的影像能力。不过目前麒麟没有了，徕卡也没有了。不过在脱离徕卡之后，华为发布了自研的影像品牌 Smart， 号称会比与徕卡合作更强。据了解， Smart 主要围绕光学系统、成像技术、图像处理等领域展开。在影像上， Mate 50系列将采用5000万像素1.5英寸大底主摄，大概率还是 IMX766 传感器，而 Mate 50 Pro 将采用可变光圈新技术。这并不是一项新技术，三星曾在 S9 上启用过该技术，不过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不知道这一次华为采用该技术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惊喜。根据 3C 认证显示，在充电功率上，华为 Mate 50全系标配66瓦有线充电，相比于其他终端机的100瓦快充，66瓦快充显得不值一提。不过，高端如小米 12S Ultra、vivo X80 Pro 等高端旗舰的充电功率基本上都在60瓦到80瓦之间，似乎是行业的潜规则。而 Mate 50系列的电池容量不得而知。不过 Mate 50系列手机电池耗尽也不用担心，因为全系标配应急模式，在电量耗尽的情况下，还可以继续使用4小时，在此期间可以使用电话、短信与扫一扫功能。外观方面， Mate 50系列被爆出至少有5种配色，除了传统的黑色、白色和蓝色之外，还有紫色以及秋日胡杨配色。此次 Mate 50的镜头模组依旧采用圆形设计，4颗摄像头呈对称式排布，而在镜头模组周围采用了金色的圆环作为装饰。
就在华为发布会1日之后，苹果也要发布今年的最新产品，可在各方面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华为很难与苹果进行抗衡，甚至很难与国内其他手机厂商进行抗衡。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了提高自己的产品力，华为也在力所能及的领域进行了非常多的探索。最好的国产屏鸿蒙 3.0 等，若是定价合适，华为 Mate 50系列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欢迎您在评论区交流。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别忘了订阅关注 Tiger， 我们下期再见。